高兴。不错不错，还是这辆车就是输在哦，没有像现在的车这样，一退档的时候会有那个降档拨油嘛。Hello， 大家好，又是 Adam，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跟丁乱冲上一小系列啦。上个影片这辆 Toyota Altis 2008年的就试驾，还有 walk around， 还没去看的话，赶快点击右上角去看。那非常感谢车主志你好，我们就把这辆车开上云顶啦。但是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好，话不多说了，上车啦 ，Let's go。那这辆车呢是有经过一点 remap 了啦，然后换了 exhaust 之后，那个 tuning 有点跑了，所以需要再做多一次 tuning。所以这辆车换上了一个 Michelin PS5 225/40R 18寸 G37的 rim， 然后 Sumitomo 的 4-port caliper，Titan SP3 的 adjustable， 有前后的8这样子啦。我们去 start 车，有 exhaust 哦 ，Valvetronic man， 哇！你这辆车有360度 camera， 我竟然不知道。有哇哦，还是一个奥迪来的哈。那我们就上上试驾啊。这辆车要开一点灯啊，才会有那个米特才会有灯。这辆车有一个4速的半自动变速箱。这辆车的引擎是一个 1.8 公升，代号为 1ZZFE。之前拍的 2ZZFE 就是一个 1.8 公升的自吸高转的那种，这个是一个我们普通家用的那 1ZZFE， 拥有132 PS， 还有170个 Nm， 非常不错，有这个 adjustable 之后的感觉。整辆车驾起来就是很像我的 Toyota Camry 就这样，只是这辆车的车比较轻，1001公斤到1200左右。不用怀疑，那个倒shift的声音是我做的，要做一点 heel toe 哈。G-force 高高，会有点小侧倾。这车明显感觉到重了哈，又有鲍鱼，又有那个18寸，是不是？所以它比我上一次试驾那个Altis 1.8的话，好像会 pick up 输一点点，可是过完就这辆车18寸稳很多，而且胎压很抓地。可是就很贵，有一条胎压18寸 PS5。
尴尬尴尬。真的很尴尬，因为前面有摩托，旁边有 Elsa。耶、X50的 pickup， 直接来哦。虽然 X50有点 lag 啊，可是它的加速是不错的。咖啡的，停一下倒shift，不错不错，还是这辆车就是输在没有像现在的车这样，一退档的时候会有那个降档拨油嘛，像马自达这样，这辆车没有，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啦，你要抓到那个timing。CVT 就没有办法了 ，CVT。我都下到这样咩？这怎么停在这边做什么呢？我觉得我有点 overspeed 了，这样子。OK。S1 不错啦，比 Camry 好驾驶啊，在过弯的时候 ，Camry 就是那个屁股重大，这样拖着走，这个还好。sorry， 有点 overspeed， 有点 overspeed。我刚刚在做那个 U-turn， 它降不到牙，太高转了。是。它有时候太高转。可是这个 engine 是蛮有力的，我不是开玩笑的，比我想象中有力就对了。OK， 我的朋友在哪儿？等一下，我朋友。是真心讲啊，真的有力啊，这辆车，这个1.8，操控换来 adjustable 啦 ，of course， 当然比较爽加一点。Hello。这样多车啊！他就是没有看到我打的行的，要他就让我过，你知道吗？去过 top speed 多快啊？190，没有到200了。没有到200啊，18寸了。哎，我们来到这边关一下阀门呀，给他这辆车安静一点，不然一听到 exhaust 声啊，等下怕了，最怕了。虽然最近还没有改叫了啦。没有事，但是还是要给它安静点啊。
个变速箱的 sequential mode， 跟我在上个影片讲过。哇，触分声不错哦，那声音。开吧。诶，可以直接上来哦。那还是叫我们去对面。哇，那个路 ，Oh my God, man， 烂哦！这辆车的最高扭矩要在4200转，这样才会发现到它的扭力，170个牛顿米。可是如果你问我，FD 还是这个很多人还是选 FD 啦，操控啊，跟2.0啊那个 Double Overhead Cam 是有力的那辆车，不用改，加速它很厉害啊。可是二手价钱很高，那辆车哦，现在啊还要卖4万多5万，不是开玩笑的哦。哇哦，喂，不错哦，这个弯也不错哦，那个胎压咬地哦。那加上它的 adjustable 有起作用。哇，Lotus。这辆车有想过下一步要换 2ZX 是吗？是有想到。有想过哦。高转，又是美诺，真是棒啊！想象不到这辆车放一个2.4下去，在国外是什么感觉？车头偏重哦，可是有力啊那辆车。这辆车的椅子还是会比皮克好，至少不会滑，可是它的支撑性就没有讲很好。左右的时候就不会包着我，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要改那个 bucket seat， 就是上山的时候，我们人有 anti roll 吧，就，可是你如果舒服驾的话，你放 bucket seat 不对哦。滴滴。哎呦，这个1到2比较长一点的话，它的牙。1到2，我6500转这样换牙哈，换到比如4000转去。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要用1号牙了，啊不得了，讲不到去。我的车就是要了。Camry 2.0还是会吃力一点点，要一直拉高转。德波车在我后面，X50永康。
经常这样上云顶？有的半山吧，到半山吧，很少上全山啊。少。我的 Camry 字以前经常上，真的是来这样子的，可是现在退休了。但是没有问题，那辆车最多就是一个10年了嘛，水柜爆了换一个水柜包，就这么简单。对，这个洗罗锅。这个时候就是尴尬了，得不了，damn， 有时候有这样的朋友是很好玩一下，他故意的，他就是不要 overtake 我们，你知道吗？Alright， 美美啊这辆车。哇，我驾过下一代的那个2.0的 VVTi 也是很有力，那比我出乎预料哦，出乎预料哦。是他吗？咦，这样子是他吗？你这个鲍鱼哦，要18寸才能下哦。也没有。实际说好像也是能的。能。要 offset 对就可以了。要好看还是18寸？一档换2档要拉更高转，不然你给他自己换的话，6000多就给你升档，然后掉在4000转以下又没有什么力的感觉。哎，他自己换的。6000多转，是吧 ？OK， 终于上到1顶了啦。不懂哦，我总之叫Toyota上来哈，日本车啊，我上来我都很安心的哦。只有叫Volkswagen跟我才是最不安心的。这个其实我想换美诺，只是就觉得说跟杜斯特一起换会比较。哦，对对对，你美诺是哪什么车的？还是外国有美诺？这款它有一个 5-speed 美诺，应该是外国的。跟杜 Z 在一起换会比较值得一点。杜 Z 真的有力，而且它是一个可以拉高转，大概8000多转。这样是 1ZZ， 那个是杜 Z， 同样的1.8公升，一个是拉高转，一个是高压缩比的引擎，比较吃油啦那个，但是就很有力啊。我刚刚试驾完毕这一代08年的 Altis， 可是呢，这辆有一个07年这样的 Altis， 它就换上了一个 2ZZ。其实在日本那边 Corolla 版的 2ZZ， 它是整个车头买回来了，所以呢，就是你会看到旧款的一个圆圆装装的 Altis 上加了一个尾翼，可是呢，就是一个 6-speed manual 2ZZ。然后你看 dashboard 啊，是下面换了日本的，所以还有 armrest 黑色，还有一个挡挂，还有它的 clutch pedal。离合器，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拍给你们看啦。会买新车 Altis 的人呢，他就是一个还没有到老板，差不多经理这样的 level。这辆车的价钱也不便宜了，当年要差不多120,000，也是跟 Honda Civic FD 的价钱是一样的。好卖是因为安哥会买啦，当时，但是 FD 呢就比较骗年轻人去买。可是10多年后的今天，你会看到 FD 的价钱40-50千，我觉得太贵了，买不下手，因为它的那个什么 steering rack 啊那些，尤其是压箱有问题。我就是卖车是因为压箱有问题啊。可是你看这种Toyota Altis。没有的，最多嘛不是 steering rack、drive shaft 这些 wear and tear 的东西，压箱你看还是美美的。Toyota用它的 4AT 有它的道理，对，上山比较尴尬一点有时候，可是它是够用给你就好，因为坐这种车本来就是够用。一换上了这个 adjustable 之后的车身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它车身本来是 OK 的，可是你过弯的时候侧倾很大，换上了这个 adjustable 跟它的拉了这个 bar 之后 OK 的，不错。
整体来讲，换上18寸更加好驾，它过弯很稳，尤其是白压也是很 good 的。这个方向盘换了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的感觉，停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轻啊。hydraulic 就是重哦，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非常感谢一志，谢谢你。关掉引擎。Corolla Altis 呢，终于把它开上云顶。这款头灯很好看，不用讲了，2.0度 VVTi 我都知道它的沥水到哪里了啦。你们可以看我2014年的那种 Corolla Altis 的影片上山，你们就知道它动力哦是不错的。喜欢 Corolla Altis 的记得点个赞哦。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啦。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Goodbye。